这是一道人生终极选择题，爱情、生命、自由，到底谁更重要？2400万浏览，10几万个回答，下方的评论却让人不敢置信。无数人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希望和憧憬。直到我看到了一部电影《遇见你》之前，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重新感悟自己的人生。他第一天上班就被老板奇怪的行为吓坏了。这个男人对着女孩发出难听刺耳的吼叫声，女孩一脸惊恐。然而男人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接着他又尖酸刻薄地嘲笑女孩的裙子破了一个洞，女孩瞬间尴尬到满脸通红。他只是一个没有经验稚嫩的小护工，他却是一个脖子以下全都瘫痪的富二代。他尖酸刻薄的脾气已经气走了无数护工，今天也不例外。他恐吓女孩，让女孩尴尬，这都是他想要赶走女孩的手段。可他不知道，这个女孩他是赶不走的，因为这个女孩已经走投无路，家里双双失业的父母，年迈的爷爷，还有妹妹跟没有爸爸的小侄子，这一家6口能不能吃上饭，就全靠着女孩这份工作了。和肩膀上的责任相比，富二代的热嘲冷讽根本算不了什么。可他没想到，男人竟然会对他刻薄到这种地步。Hello. Whereby you are very unchatty around me. 小鹿很委屈，可她也只能乖乖地躲进厨房，随时等待着男人的差遣。中午饿了就坐在院子里啃一口自带的干粮。可即便是这样，她还是会每天清晨都给威尔一个甜甜的微笑和早安。威尔依然冷眼相待。这天，他故意把热汤汁洒在威尔的裤子上，然后用热风对着他的腿一直吹。小鹿这才确信，男人真的是没有知觉。看着照片里从前开朗的威尔，小鹿脸上露出好奇的表情，他的心思被敏锐的威尔一下子就看穿了。小鹿真的很好奇，一个开朗健康的人为什么会变成全身瘫痪而且尖酸刻薄的人？直到这天，他全都明白了。这天，威尔的前女友来看望他，他们的谈话全被小鹿听到了。威尔发生意外不久之后，前女友就和他最好的哥们走到了一起。这个残酷的消息对刚刚全身瘫痪的威尔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可他还是强壮淡定地说了一声 Congratulations。哥们儿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抱歉就转身离开。而前女友却对着小鹿埋怨，是威尔把他从身边赶走的，并且劝告小鹿应该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威尔不值得你费心思。前女友走后，威尔用轮椅撞碎所有相框，发泄内心的不满。看着这个可怜的男人，小鹿第一次开始心疼他的遭遇，于是他努力地将每一个破碎的相框修复成原来的样子。可威尔却讽刺他自以为是，甚至要辞退小鹿。这次小鹿生气了。Be an ass. Your friends got the shitty treatment, fine, they deserved it. So it would be really nice if you didn't try and make my life as I'm just trying to do my job as best I can. I really need the money. 听了小鹿的话，威尔沉默了。他只是想发泄情绪，但他无心将无辜的人推进火坑。从这一刻，他一改往日的冷漠，还主动邀请小鹿陪他一起看电影。听到小鹿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的时候，威尔笑了。他已经很久没有跟别人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了。之后，他们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他们聊007，聊外星人，聊世界末日。威尔发现这个女孩原来这么可爱，小鹿也发现这个男人原来这样温柔。就这样，时间来到了冬天。这天，威尔突然高烧不退，由于身上的排汗系统全部瘫痪，窗外飘着雪花，他们也只能用电风扇和冷毛巾帮威尔散热。就在这时，小鹿看到了威尔手腕上的伤疤，也看到了电脑里威尔健康快乐的样子。小鹿担心威尔的病情，即使到点下班，他还是决定留在床边照顾威尔。到了深夜，威尔终于醒了过来，看见小鹿还在，他露出一丝微笑。从此刻开始，他们不再是雇主关系，而是一对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小鹿的鼓舞下，威尔也开始做出改变，让小鹿为自己剃掉胡须。小鹿望着他那干净的脸庞有些出神，因为这个男人的微笑实在令他着迷。但小鹿不知道的是，这张笑脸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一颗破碎的心。就在这天，小鹿无意间听到了威尔父母的争吵。原来早就在半年前，威尔就跟父母提出想要安乐死，可威尔的母亲坚决反对，而父亲却认为，与其让儿子痛苦地活着，那不如让他早点解脱。小鹿听到后无法接受威尔的想法，他找到妹妹商议这件事。妹妹建议他，如果威尔心意已决，那不妨带着威尔去感受一下世间的美好，说不好还能改变他的想法。小鹿得到了启发，开始钻研各种心理学书籍，并在网上预约了许多威尔喜欢的活动。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他们第一次出行，威尔的轮椅就陷入泥沙之中，这让威尔十分不自在。但他并没有责怪小鹿。当天晚上，小鹿一改往日的土味穿搭，准备带着威尔去听音乐会。一身红装惊艳了威尔。在庄重的音乐会上，小鹿毫不避讳地帮威尔咬掉衣服上的标签。看着小鹿认真的表情，威尔不自觉地笑了出来。音乐会结束后，两人回到家门口。此刻威尔已经坠入了爱河，而小鹿也心照不宣。两人虽是沉默，但心里都明白对方的意思。这一晚过后，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小鹿过生日，威尔还亲自来到他的普通家庭为他庆生，还准备了一件他最爱的土味裤袜，2根很有特点的眉毛，兴奋的似乎都要飘到天上去了。不仅如此，
威尔还为小鹿的父亲介绍了一份工作，这样他就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用一直为生计烦扰。第二天，小鹿正计划着下一个活动时，却突然收到了威尔前女友的婚礼请柬。于是威尔带着小鹿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望着婚纱中的前女友，威尔心里五味杂陈，一句话也没说。就在婚礼现场，一位贵妇告诉小鹿，是新娘选错了人，在场的所有富家公子中，只有威尔值得托付。可惜威尔瘫痪之后，新娘就离他而去。但贵妇不为威尔感到可惜，而是为新娘感到可惜，因为耳闻这个新郎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时新娘走到威尔面前，她强装镇定，但还是掩盖不住自己的窘迫，毕竟她曾抛弃过威尔，还说是威尔的问题。但此时的威尔在小鹿的照顾下，早已脱胎换骨，这无疑是狠狠打他的脸。接着威尔还带着小鹿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尽管两人看起来如此不协调，但他们才是舞池中的主角。威尔告诉小鹿，他是自己每天早上醒来的唯一动力。这种含蓄的表白最终俘获芳心，他们逃离喧嚣，穿过黑夜的林中小道，划破了内心深处的黑暗，奔向属于他们的世界。可即便如此，威尔还是没有放弃安乐死的念头。眼看离安乐死的日期越来越近，小鹿必须赶在这之前让威尔萌生想要活下去的欲望，于是安排了最后一场旅行。他带着威尔来到湛蓝的海边，两人一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生活。他们还相拥着度过雷声大作的夜晚，看着小鹿在碧波中笨拙地扭动身体，威尔眼神充满了爱意。一吻定情后，小鹿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可威尔赴死的决心仍旧强烈，因为他不愿再忍受绝望和痛苦，也不希望小鹿在年老时还要照顾没有用的自己。或许死亡对他而言是一种解脱。威尔希望小鹿能和自己一起去瑞士，做人生最后的道别。小鹿眼含热泪，他无法看着爱人去死，这对他来说太过残忍了。回到家后，他伤心至极，因为自己掏心掏肺，却还是没能挽回威尔赴死的决心。他一连消沉了好几天。I tried, Dad. I tried so hard, but I failed. Who says you failed? I'm not sure anyone in the world could ever persuade that man once he'd set his mind to something. You can't change who people are. I mean, what can you do? You love them. 在父亲的鼓励下，小鹿还是前往了瑞士，见到了即将安乐死的威尔。威尔十分高兴小鹿能来送自己最后一程。小鹿打开窗，让他最后一次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接着小鹿贴近威尔的胸膛，感知着他最后的心跳。最终威尔在爱人的怀抱中离开了人世间。一段时间后，小鹿坐在巴黎街头的咖啡店，他收到了威尔生前写下的信件，里面还有一笔资金。他希望小鹿能够利用这笔钱好好生活，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Don't think of me too often. I don't want you getting sad. Just live well. Just live. I'll be walking beside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Love, Will. 我是呆萌，期待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